大家好，司马迁在他的历史巨著《史记》当中写下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就是说，天下人吵吵嚷嚷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来，天下人碰碰撞撞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往。小到升斗市民，大到资本巨鳄，都逃不了熙熙攘攘的命。现在顶流很难，乐华也很苦。堪称娱乐圈教母的杜华，一直都在为了亲生儿子王一博前前后后的打点，左左右右的办事，也是操碎了心。而这个亲生儿子王一博，在整个闹哄哄的2021年，已经好几次了，都跟上好的资源擦身而过，缘牵一面，让既劳心劳力又不乏高调的杜华吹胡子瞪眼也无可奈何了。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尽快的把握机会，尽快的野蛮进组，尽快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野蛮生长这么一个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上好的资源，原本乐华千辛万苦的空降成功了王一博，如愿以偿的再次联袂王炸姐姐赵丽颖，甚至连剧本也有大女主向 CP 2.0 的方向编排去了。原本想着还有1个多月的铺垫宣传期，可以大张旗鼓的走个预热宣传的关式流程，否则一向高调的杜华肯定会后悔终生的。结果呢，消息还没有怎么释放，就被先知先觉的幕后黑手一通的里应外合给彻底搅黄了。甚至搞事不嫌事大的原大本营还一口气的把顶流的饭碗连同自己的饭碗也都一起给砸了。所以说还是老话说得好，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凡事当有度，做人应知足。幕后黑手原本想毁了一个顶流的一桩好事儿，结果呢，把一群顶流的所有好事儿都给毁了。更加搞笑的是，连带黑手黑平台也都无一幸免。这种真正害人又害己的自毁的模式，证明一些向来绝顶聪明的人还是小看了社会主义祖传的一刀切的传统处理手法。说到这，您猜到没有？为什么从9月中推到了10月份，结果国庆节都已经过去了，这个让人心力憔悴的野蛮生长，咋就还是没有动静呢？无论资方还是偏方，到现在都还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呢？实际上背后还是一盘大棋的博弈，而这盘大棋已经不是单纯的甲方和乙方的游戏了，而是几十个几百个甲方和乙方的博弈。我在8、9月份的很多期视频当中都已经深入探讨过了明星自查、税务清缴、演员片酬等等等等，国家出面整肃的地方配合排查的相当实质性的操作。有意思的是，这种轰轰隆隆的自上而下的整体行动，其实推进起来也是问题多多，关卡重重。就像最近全国范围内大限电、大停电的诡异状况一样，从中央到地方，以及从地方到个人，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理解上的偏差和五花八门的政令上的错解等等等等复杂的情况出现。这种局势上的不明朗，也让娱乐圈同时陷入到了停电停产的同样的亚健康的状态了。因此无论野蛮生长还是赵丽颖，无论湖南卫视还是乐华、杜华、王一博，大家现在个个都在迷局当中，等待中央的暴风骤雨彻底吹过去之后，才能让大家看清楚前路。话说中央一盘棋，无论查税还是片酬，每次的行动，每次的新规，都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协调和推进，这就是所谓的一盘大棋了。
这盘大棋绝不是今天发布了一纸文件，中央精神，明天就能水到渠成，功德圆满了。因此，这个让无数吃瓜群众们等到疲惫不堪的野蛮生长，延期之后再延期，也是分分钟命中注定的事情了。那么11月份野蛮生长还没有官宣，是不是还有可能继续的延期呢？我想说的是，的确有可能。因为10月份出台的艺人片酬新规一旦出台的话，必定会造成又一波的娱乐圈8级地震了。这是好事儿，也是坏事儿。说它是好事儿，是因为下调演员的片酬，是呼唤了好些年的广大吃瓜群众们的普遍的心声。特别是不少偶像明星们以及流量明星们的片酬太过的虚高，已经引起了社会上无数波的负面的反响了。虽然早在2017年的9月份，先知先觉的广电总局就已经先期发布了电视剧限酬令，严禁资方以明星作为唯一的议价标准，而且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 而这 40% 的总片酬里面，大牌演员的片酬不能超过总片酬的 70%， 这是有关部门明确提出的非常具体的指导红线了。结果呢，年年都有类似的片酬新规出台，例如转年，也就是2018年的新规当中，红线更加的清晰了。也就是说，顶流艺人单片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元，总片酬含税不得超过5000万元。结果呢，娱乐圈照样是我行我素，郑爽一天的片酬就高达了208万元，是普通人日薪的万倍有余。至于说郑爽 1.6 亿的个人的片酬，就已经是国家明文规定的总片酬上限的3倍之多了。简单的说，就是一部剧的制作总成本花在顶流艺人们一个人的身上都已经远远不够了。因此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无论1对1的查税，还是明星自查自改补缴，必然都是困难重重，旷日持久的。因此今年的娱乐圈整改风暴，或许还是4年前的那风风火火虎头蛇尾的样子，也未可知。总之2021年的艺人片酬新规注定又是貌似严苛的一条红线了，注定又是新瓶装旧酒的一纸明文规定了。而这次的红线，无论小幅的调整还是大幅的下调，都会深刻的影响到资方的投入规模和艺人的接戏意愿。根据我的肉眼目测，这个流量巨大、影响力也相当巨大的赵丽颖，这次风口浪尖上的片酬的多寡，注定会成为各式各样的放大镜和显微镜下的放大焦点。无论野蛮生长的资方给出怎么样的数字，都注定会有各式各样的解读和误导。所以这部剧一拖再拖，不断的延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因此单单赵丽颖的片酬都已经成为了野蛮生长片方必须要面对的一大挑战。那么另外一个顶流王一博，就算零片酬友情的加盟，问题是有人信吗？乐华肯吗？因此乐华现在继续寻找的有利的资源。要说王一博与老戏精周迅未来搭档某个文艺片的话，你可千万别意外。2021年挑战已经多过机遇了，只有把所有的消息捂得严严实实的，才不怕被人第 N 次的截胡。而且王一博依旧会主打电视剧的领域，而电影的资源的接触依旧会属于玩票和试水的阶段。您猜这是为什么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留下4个字的短评，一个是延长热度，一个是挑战演技，一个是节约时间，一个是更多创收。我想说的是，人生快乐几许，娱乐重在参与。多谢您的互动和参与。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
或者衷心祝愿云斐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顺利的进组，也们的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多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而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积聚天上财富的，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点亮黑夜，带来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憧憬和祝福的事情，包括这次已经反转了无数次的野蛮生长。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转发、订阅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